宋宝珠，你身为小财神，只懂让东西变贵，不懂让福气有用。若继续这样，我只好让你去到凡间体会一下人间的不易。下凡？我不要！人间有什么好的？有蟠桃吗？没有蟠桃，正好让你知道，饿的时候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。快些，时辰快到了，这一盘还差3颗。宝珠仙子，这些都是今日宴中的蟠桃，不能咬一口就丢呀。不就是桃子嘛，树上这么多，你再摘3颗不就好啦？宝珠仙子，这些蟠桃长了上千年，不可浪费啊！浪费几个怕什么？我可是小财神，我能让他们比原来更值钱。不可，蟠桃宴不是施法的地方。哼，看好了，嘿，看吧，现在每一颗都值钱了。硬的，完全咬不动。硬一点而已，放汤里煮煮，说不定也能吃。今日蟠桃怎么成了金的？这桃怕不是拿来看的。怎么回事？回王母，是宝珠仙子说，这样更值钱。我只是想证明我没有浪费。宝珠，金子再亮也不能替人填饱肚子。天庭又不缺桃，最多下次再长嘛。你错的不是一树蟠桃，是从未把别人的等待放在心上。宋宝珠，你身为小财神，只懂让东西变贵，不懂让福气有用。若继续这样，我只好让你去到凡间体会一下人间的不易。下凡？我不要！人间有什么好的？有蟠桃吗？没有蟠桃，正好让你知道，饿的时候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。人间哪里有好吃的？好香！凡间第一站就从吃饱开始。小朋友，想吃可以，先让家里人付钱。我都500岁了，不用家里人付。行行行，500岁也得付钱呀，别乱跑啊，小朋友。明明就是他们不讲理嘛。还好我是小财神。小朋友，你家大人呢？怎么一个人跑到店里来了？我不是小朋友，我500岁了。好，500岁的小客人，那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要最大碗的，汤多，面多，肉也要多。
慢点吃，别烫着。这是什么仙汤？比蟠桃好吃。慢点，慢点，别烫着舌头。再来一碗。这孩子能吃5碗。你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了？我从天上掉下来以后就没吃。没吗？够不够？这东西哪儿来的？路边捡的石头，我变的。这顿面我先请你吃。你告诉姐姐，你家人在哪里？天上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家人都不在身边了？他们在天上管我，我现在归自己管。明月，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出来不安全，还是先问问相关地方吧。我说了，我500岁，你们凡人怎么都听不懂？好，500岁也要擦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宝珠，天界小财神。王母娘娘给的东西，怎么还挑时候？宝珠，我先带你去登记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家人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不让我吃面了？不是赶你走，是先确认你安不安全。你要是饿，姐姐再给你煮。那我跟你去。小朋友，你家住在哪里？天上，小财神府旁边，蟠桃园往东走3朵云。有没有监护人电话？王母娘娘说真实能联系到的人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肯定是凡间信号不好。可以先由你临时照看，但要保持联系。孩子安全第一，有任何线索我们会通知你。好，我明白。这是孩子随身带来的不明物品，我不私自处理。那是我的面钱。在人间，不是什么东西值钱就能随便用，要说得清楚来处，才安心啊。查不到信息，这孩子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明月姐姐，晚饭吃什么？妈，我临时照看了一个走失的孩子，晚上带回家跟你们说明情况。他现在没有地方去，我不能把人丢回街上。饿不饿？饿。先吃饭，再见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也会做面吗？这是凡间肚子在提醒你，该开饭了。故事看到这里
家人们如果也觉得精彩，别忘了点个订阅支持一下，你们的鼓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好戏继续。你们凡人吃饭还要先把锅烧成这样。这叫火锅先涮熟再吃。来，吃这个。没熟不能吃，烫的也不能急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乱来。凡间规矩比天庭还多。这个红锅比天庭丹炉香多了。妈，他真不像坏孩子，就是饿得厉害。我们很快回去。我很快回来，你坐着吃，不许离开这张桌子。知道啦，我500岁了，不会丢。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小姑娘要几串？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我可以让你变得很有钱。那你先找家长来买吧。伯伯，你碗里有钱，可以借我一点吗？我想买那个红果子。你家人呢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家人在天上。拿去吧，买一串就好，别乱跑。你自己也不多，为什么还给我？孩子想吃一串糖葫芦不是什么大事。刚才那个小姑娘呢？刚才好像看见她往糖葫芦摊那边走了。明月姐姐，你吃不吃？这个红果子也好香。我不是说过不许离开座位吗？你刚才是在担心我吗？你要吃什么？我可以给你买，但你不能一声不说就不见了。我只是想吃糖葫芦。想吃可以说，不能让别人担心。这不是我的碗，这东西太贵了。他愿意帮你，是他的善意。你要记住，不要把善意当成应该。这碗太贵了，得还给那孩子。见到长辈要有礼貌，不要再说自己500岁，也不要提天上和小财神。我本来就是500岁，为什么不能说？
因为他们会担心你是不是不舒服。你想吃晚饭就先听我的。好吧。明月，帮人要有办法，不能把所有事都往自己身上扛。我知道轻重，这些都是正规流程。我不是随便把孩子带回来的。那他家人呢？正在联系，可他现在没有地方去，我不能把他丢回街上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宋宝珠，爷爷奶奶。这个家比蟠桃宴香。既然带回来了，就好好照看，规矩要守，人也要护。明月姐姐，明天早上还有面吗？有。人间的家好像也不差。王母，通天境没有收到宝珠公子联络，功德珠也只是微弱闪动。带我去凌霄殿。他从没去过人间，你就这么把他丢下去了？若处处替他铺好，他学到的还是依赖。历练不是不管不问，他嘴硬，心性却还像孩子，所以才更需要人间磨一磨。哼，他若饿了，第一反应多半不是找活干，而是点石成金。你现在倒会讲规矩。他以前捣乱时，你不也总说孩子还小？太白，你下凡去找他，不许干扰他历练，只确认他安全。臣可暗中查看，不现身，不插手。可以，但你不能帮他完成任务，也不能替他解决凡间麻烦。他嘴硬归嘴硬，真哭了，你别装看不见。臣记下了。小财神的财气怎么和面汤味儿缠在一起了？这丫头才下凡多久，财气怎么乱闪成这样？宝珠仙子，你可千万别把人间也变成金的。明月姐姐，面馆今天有新菜吗？先把店开起来再说。沈老板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可房租不能一直拖。先进去坐。面粉钱再不结，我下个月真没法继续供了。我没有不认账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把账整理出来，分期还清。都先别急，账目清楚，方案合理，就有商量余地。不许逼明月姐姐！大人的账不是小孩能管的。我
我不是小孩，我500岁了。这后叫宋宝珠和3天，3天后我们给你们一个还款方案。孩子说得急，但这事儿我认。3天后，我把账目、收入和还款计划列清楚，大家一起看。沈老板，我给你3天，3天后不能再空口说了。我也等3天。你这面馆口碑不错，我也不想逼你关门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他们都走了。宝珠，你这次把我逼到必须想办法了。那是帮了还是没帮？3天后，如果拿不出方案，面馆可能真的撑不下去。找到了。我刚才是不是帮倒忙了？宝珠，欠的钱不是喊走他们就没了，你替我开口，我就得负责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我说过我能帮你，1颗不够，我还可以变10颗、100颗。不许再变了，马上停！你们凡人真奇怪，有钱也不要，没钱又发愁。嘘。这是……你看，我也帮过他。这不是我该拿的，我只是给孩子几枚硬币买糖葫芦，没想到回头碗就变成了金的。您特意送回来的？帮人不是买卖，我要是拿了这碗，心里不踏实。您愿意把它送回来，是您心正，谢谢您。宝珠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怎么不行啦？如果那位老人家拿着黄金碗去卖，被别人追问来历，他该怎么解释？如果有人知道你能变金子，会不会有人故意接近你？你觉得自己是在送福？第一，不能随便变金子。第二，不能骗人，也不能用来不明的东西糊弄别人。第三，不能让别人不劳而获，更不能让贪心的人借你占便宜。不能随便变金子。那我还是小财神吗？小财神不送财，还能做什么？那位老人家给你买糖葫芦，他有钱吗？他碗里就几枚硬币，可他还是给了你。你记住的是那几枚硬币，还是他愿意帮你这件事？真正的帮忙，是让人以后也能靠自己过好日子。那我帮你还钱，也不算帮忙吗？如果凭空冒出一堆金子，来源说不清楚，面馆也没学会怎么经营，下一次遇到困难还是会倒。你可以帮我，
但要按人间的规矩来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能饿着我。好。我没有变金子，它怎么亮了？也许做对的事不一定要变金子。原来不变金子也能算我做对了吗？为什么不多变一点？为什么不多变一点？一口气还完，不就没人来烦你了吗？账要一笔一笔还，店也要靠自己重新赚起来。可是，一颗金扣能解决多少？救急可以，依赖不行。我们只救最急的那一笔。变出来只要一下，卖出去怎么这么久？因为在人间，越值钱的东西越要说清楚。成色不错，但体积不大，变现金额只够付一部分紧急费用，不够付全部。够付最急的那笔就行。我现在不能一次还清，但每一笔我都认。今天先还最急的房租，剩下的我按计划走。你这态度还算靠谱。3天前我以为你只是拖，现在看你是真想解决。行，我也等，但新账要每周结一次。没问题，新旧账分开。凡人还钱比天庭开宴还麻烦。沈明月，你这小店最近倒是有点意思。吃东西为什么还要写字？天庭吃蟠桃都不记账，所以你才被罚下凡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。先选3种，吃完再买，不能浪费。凡间选择太残忍了。沈明月，这些钱够买好几斤面粉，够做很多碗素面。这么贵？我500岁了，不需要儿童本。这个碗画的还行，我收下了。今天预算用了一半，再做3次，晚饭就要简单些。那我少做1次，多吃1碗面。这就叫计划，不是什么都不能要，而是知道最想要什么。宝珠，你脚疼不疼？不疼，我就是吃太饱，想睡觉。不会吧，我只是变了几个小东西而已。宝珠，起床了，今天有你爱吃的小包子。宝珠，听得见姐姐说话吗？别怕，姐姐带你去看医生。目前看不出常规问题，但他的状态确实特殊，先观察，别自行用药。你不是说你500岁吗？500岁也不能这么吓人啊！
您找谁？他不该在人间这样耗财气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知道他的事？你只需要知道，他不能再浪费了。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叫人了。我是太白金星，这孩子是天界小财神宋宝珠。你知道你说的话有多离谱吗？因蟠桃宴闯祸，被罚下凡历练。你看他手腕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他下凡后连续点石成金，用财气回报老人，帮你救急。出发点不坏，但仙力不是无底洞。凡间没有天庭灵气，他又不懂节制。那他现在怎么办？他不是受了外伤，是财气耗空。必须带他回天庭洗灵池调养。凡间医院查不出原因。他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他在人间有未完的历练，只要醒来，玉帝会定夺。他不是物件，你要答应我，他醒来以后，至少让他知道我在等他。我把你的话带到。他醒来要是饿了，告诉他明月姐姐给他留面。尘缘已尽，该回去了。我等你回来吃面。明月姐姐的面呢？你都快耗空了，还惦记面？你已经回天庭了。什么？他肯定吓坏了！我要回去。先别动，你的身体刚恢复。那位沈姑娘说她给你留面，等你回来。我才没有哭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变金扣、黄金碗都是为了帮人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害人，但你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仍是点石成金。你以为自己在送福，可你差点把自己耗空。你想回去，就得先学会不让他担心。允许你回凡间继续历练，但我收回你大部分点石成金能力，只保留微弱福缘感应。非真正救急，不得再直接变金。每违规一次，功德珠就会熄灭一颗。那我还是小财神吗？小财神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的人，而是让有善意的人多一分希望的人。你若还想回人间，就要学会不用金子也能来福气。你能看见机会，但不能替别人走路。我这次会先问明月姐姐能不能做。不变金子，我也要把明月姐姐的面馆守住。
明月姐姐，我回来了。500岁也不能一声不响就消失。我500岁了，不用抱这么紧。脚呢？还透明吗？让我看看。好了好了，都好了。但是什么？我的点石成金被玉帝收走了。收走了？只剩一点点福缘感应，不能随便变金子了。我现在帮不了你了。谁说帮不了？面馆不靠金子开起来的，以前不靠，以后也不靠。可是账本上那些数字，那些是我的事，你的事是明天跟我一起把面馆重新理一遍。还是这个味道。以后别再瞒着我，不舒服要说，想家也要说。我才不会想天庭。那你想什么？想这碗面。明月姐姐，明天面馆从哪里开始弄？先整理账本，再看菜单和后厨，一步一步来。好，我帮你。明月姐姐真好。我刚回凡间就要干活。面馆不是靠愿望运转的，每一碗面都要有人采购、备料、擦桌、煮汤、收钱、记账。可我以前只负责送财气。那今天开始升级，先擦桌子。继续，还有碗筷要数。小包。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口？先做完任务再吃。小财神是不是也要守承诺？宝珠，帮我贴到墙上。原来钱不是一下子没的，是一点点漏走的。所以今天起，菜单精简成3类：招牌拉面、家常汤面、实惠素面。凡间劳动比天庭罚站还累。今天怎么不是特大碗？这是你今天劳动换来的第1碗面，先吃完，不够再说。环妹个人意见。不好意思，我看错钱了，今天先不吃了。面已经下锅了，倒掉浪费。您坐下吃热的。他钱不够，你还给他吃，面馆不会更漏吗？我穷过，所以知道一碗热面有多重要。
谢谢你，沈老板，我明天把差的钱补上。不急，路上辛苦，先吃饱。我什么都没变，它又亮了。也许它亮的不是变出来的钱，而是送到对的人手里的心意。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以后谁真心需要热面，我们就给他一点福气。想法不错，但要有规则，有记录，不能一时冲动。明月姐姐，我们把这里变凡间福气第一站，好不好？这还不简单，我给你变一台新的。你忘了玉帝说什么了？可机器坏了，客人来了怎么办？手揉面也好，小时候吃的就是这个味儿。想帮忙，就先学揉面。凡间的面怎么比天庭规矩还黏？你越急，他越不听话。小掌柜揉的面，今天得尝尝。我揉的面带福气，带力气。这手揉面有点意思，可惜啊，沈家以前最厉害的不是面，是汤。您说的是？你爸的老汤啊，清亮有回甘，整条街都记得。比明月姐姐现在的面还好吃？那可不是一般的好。明月姐姐，这本子上有福气，一本旧本子比金扣还重要吗？这是我爸留下的。既然是配方，照着做不就行了？少了一味，是不是很贵？我现在不能变金，但可以找。我当年也买过很多贵料，味道都不对。真心是什么食材？菜市场有卖吗？也许不是食材，而是我爸为什么做这碗汤。做汤还要问为什么？他每天凌晨熬汤，不只是为了生意，也为了让赶早市的人、夜班回来的人能喝上一口热的。所以汤不是越贵越好，是越有用越好。沈老板，听说你最近生意起色不错，我来看看老邻居。这个人笑得像天庭里想骗蟠桃的仙童。沈老板，这旧本子
看着有些年头了。沈老板，你心善，可生意不是靠心善做大的。梁老板今天来，不只是喝水吧？收购是什么？就是以后这间店不归我们做主了。不行，这是明月姐姐的福气第一站。小孩子不懂生意，面馆不是贴几张纸送几碗面就能翻身。明月面馆不卖，老味道记不记得，不由你说了算。旧东西留着是情怀，做不成生意就是负担。冲动撕掉没有用，看清他想要什么才有用。这个人不是想买面馆，他是想偷明月姐姐的福气。这样是不是功德珠会一直亮？不是为了让珠子亮，是为了让真正需要的人吃上饭。明月，你心好我们知道，可你自己还欠着账呢。免费面每天限量3碗，记账公开。这不是施舍，是给临时遇到难处的人留一条路。他的福气不亮。如果确实遇到困难，可以留联系方式，后续也能沟通。我们守住规矩就好，不必跟每个人吵。他们都没吃过明月姐姐的面，凭什么乱说？善意不能只靠嘴说，要经得起查。一块免费面的牌子也能抢生意。欢迎光临，你的福气来啦！不能逢人就送福，你不是说珠子会提醒吗？可他们来吃面，我想帮忙嘛。帮忙可以，从发号码牌开始，先来后到，不许插队。这也叫帮忙？太普通了。让每个人公平等到一碗面，就是最实在的帮忙。爷爷，您先进去坐着等，我帮您留号。这小姑娘比大人还懂事。那当然，我5点就起来帮忙了。小姑娘，你是沈老板的什么人啊？我是小掌柜，负责发号和检查有没有人插队。30多碗面，明月姐姐，这算不算福气？每碗面都让人吃饱了，就算。发号码牌也不是那么普通。明月姐姐，你需要克隆术，我在天庭见过分身法。人间没有克隆术，只有帮手。可我现在请不起人。那怎么办？我只有1双手，而且还不太会煮面。先撑过今天再说。明月，忙不过来吧？我们来帮你洗菜打包。阿姨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你给我们免费面的时候怎么没客气？都是街坊帮把手的事儿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较真。不是较真，是规矩。你们出了力，就该拿报酬。行，听你的。功德珠说他们是真心来帮的，所以我更要尊重他们的劳动。谢谢阿姨，明天我们还来，你别客气。
原来福气不只是我一个人送的，从来不是。明月姐姐，那个汤昨天我看见过。小杨，这锅汤底是昨天剩的，加点水再煮一下，味道差不多，省事嘛。这不行，隔夜汤底容易变质，吃出问题是大事。其他店都这么干，你这小店至于吗？别的店怎么做我管不了，明月面馆的汤每天必须是新的。原来看着差不多和真的好不一样。食物送进别人嘴里，马虎不得。沈老板，你这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房租也得跟着调一调了。这涨幅不合理，我才刚把旧账还完。行情在这儿，隔壁那家出的价比你高。又来要钱，上次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能不能找社区调员一起看看？按这条街目前情况，这个涨幅确实偏高，建议双方各退一步。我也不是不讲道理，但隔壁确实有人说愿意出更高价。我在这条街5年了，一直按时缴租。如果只看谁出价高，那街上就不会有老店了。隔壁那个出高价的是不是梁晚山？不确定，但我们守住自己的就好。明月姐姐，你是不是又被钱难住了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位置。如果店铺被别人租走，面馆就要搬家。搬家？那福气第一站怎么办？所以我得想办法。啊，什么办法？我听说有个老街小吃扶持评选，入选的店铺可以获得租赁保障和扶持金。那我们去评。不是报名就能选上的，需要资质、口碑、经营记录，样样都要拿得出手。明月姐姐，我们之前做的那些事，账本、记录、规则，是不是正好能用上？你总算明白了，做事情不是为了应付检查，但认真做过的事，关键时刻真的能帮上忙。那我们把这些都整理好，让他们看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正式准备评选材料。这条街不能没有明月面馆，我去帮你们说话。谢谢阿姨，不过材料还是得我们自己准备齐。我负责整理福碗卡和号码牌记录。以后客人可以多买一碗面，挂在墙上。需要帮助的人进来，直接取一碗，不用解释。这比我发号码牌还厉害。挂面也要记录，每一碗都有去向。我来画牌子。挂一碗面，暖一个人。挺好的，我多买一碗挂上去。
少的那一位，我们快去找。就像37号，那是我爸年轻学医的地方。神秘老人留了旧像地址，沈明月很紧张，好像和沈家老汤有关。旧像37号，他找老汤，我也可以找。照片里也有福气。明天去旧巷。真心那一位，会不会藏在很破的罐子里？35号、36号，就是这儿。我爸年轻时就是在这里学的手艺。明月姐姐，那张照片上有个人像你爸。你是沈怀山的女儿？是，我是沈明月，您认识我爸？何止认识，他当年第一锅汤是我看着熬糊的。他也熬糊过？谁都糊过，汤不怕糊，怕的是糊了不敢再熬。师傅，我爸为什么从不完整告诉我配方？沈家老汤为什么断了？沈家老汤断掉，不是因为配方丢了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心急熬不出汤，也问不出真相。明天带着汤谱再来，我先看看你的手。还要再来？不能今天就说。小丫头，你们的汤急不得，问题也急不得。先说说你爸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人？做事认真，待人温和，从不敷衍客人。他不是会随便放弃的人。正因为太认真，才会被那场误会伤得很深。不可能，他明明那么爱做汤。爱一件事的人，最怕自己做不好它。你爸不是逃避客人，是逃避心里的愧疚。他只留下一句：汤要热，人心凉了就端不稳。他说的不是坏话，他是在帮你找你爸爸藏起来的难过。你爸不是少写了材料，是没等到自己原谅自己。想学会老汤，第一步不是找料，是学会等。10几个小时，凡人一锅汤比天庭开会还长。好，明天来熬汤。他怎么还没好？汤不是看热闹，火候越稳，味越沉。不对，汤色怎么浑了？
宝珠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就让它快一点点。好味道不能投机取巧，福气也不能被催熟。那我再把它变回来。变不回来了。我不是想害他，我只是想快点帮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才要学。宋宝珠，原来浪费不只是丢蟠桃。既然等不了，就从记时间开始，每一刻都算数。还是不对。好喝和对味是两回事，你只是在照字做，没有真正明白你爸当年为什么留汤。我是不是根本学不会？上次是我的错，如果你还愿意熬，我陪你等，等多久都等。那就熬第3锅。困了就靠着椅子休息。我答应了要等，我不能再让福气被我摧坏。